一个将军镇守一座城池整整10年，从来没有让敌人越过雷池一步。他的战略构想被史学家反复研究了近2000年，最终他不是死在敌人的刀下，而是被当作叛徒死在自己人的手里。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lo， 今天我们就来聊魏延、魏文长。在小说《三国演义》里，罗贯中给他安了一个脑后有反骨的标签，最终在诸葛亮死后谋反，被马岱斩于马下。但是在历史上，魏延虽然不是蜀汉的五虎上将，但他却一个人撑起了蜀汉的北大门。他心里装着一个可以改写三国历史的奇谋，却一次都没能实现。今天我们就翻开史料，看看历史上魏延的一生究竟怎样。魏延字文长，出生在益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信阳一带。关于他的父母家世、年少时的经历，史书上只字未提。在三国时代，一个人能被史官写进传记，通常有2种路径：要么出身够好，门第够高，天生就有记录的价值；要么就是靠一刀一枪打出来，功劳大到史官不得不写你。魏延显然是后者。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名士为他背书，在东汉末年那个举孝廉看门第拼出身的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籍籍无名的荆州人，最终做到了蜀汉的第一战将，封侯拜将。这条路是他完全从零走出来的。西元212年前后，刘备接受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准备攻打张鲁。魏延聚集乡勇，带着一支自己拉起来的私人部队前去投奔。随后跟着刘备在江州之战和成都攻城之战里立了大功。江州之战他左臂中箭，成都攻城他一马当先，连破3道防线，直抵城门。刘备拿下成都以后，就给他升了官衙门将军。《三国志》原文以部曲随先主入蜀，素有战功，迁衙门将军。衙门就是主帅大营门口立着兽牙旗的那个位置，衙门将军是专门负责常伴主公左右，参谋军机，护卫安全的职位。这个位置此前是赵云。换句话说，刘备把魏延放在了和赵云一样最核心的信任圈里。从这一刻开始，魏延的忠诚就没有任何悬念。西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击败了夏侯渊，随后击退曹操的援军，彻底拿下了汉中全境，自立汉中王。汉中的北边是雍阳，南边是蜀地，东边可以直达荆州，是蜀汉的战略咽喉，是北伐中原的出发点，也是曹魏南下的必争之地。所以谁来镇守汉中，是当时蜀汉朝堂最重要的一道题。满朝文武几乎众口一词：张飞。张飞和刘备史书记载恩若兄弟，他跟着刘备打了大半辈子，战功赫赫，威望无双，所以连诸葛亮也私下建议张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刘备宣布了他的决定：魏延。整个朝堂当场就懵了，众臣议论纷纷，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凭什么是他？刘备摆了一道宴席，当众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我把汉中交给你，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魏延站起来说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若偏将率10万之众，请为大王吞之。也就是说，曹操如果带着全国的兵来，我替你挡着；如果只是派一个偏将带10万人马来，我直接把他们吞了。这句话霸气吗？霸气。狂妄吗？狂妄。但是你注意，这不是在吹牛，而是一种战略表态。我的思路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是以攻为守，抗曹保汉，不做软柿子。刘备听到他的话，大加赞赏，群臣也逐渐信服。当时的张飞是什么反应？史书没有明说，但从众论以张飞当之，非亦以心自许这句话可以看出，张飞多少是有点不爽，或者说有点失落。张飞勇猛毫无疑问，但张飞是万人敌，是一把冲锋打仗天下无双的利剑，而汉中太守需要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在没有刘备坐镇的情况下能够独当一面的人。事实告诉我们，刘备的眼光是很准的。魏延正是走马上任，镇远将军，兼任汉中太守。到达汉中以后，魏延没有立刻坐在大营里发号施令，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汉中全境的每一处关隘，每一个山谷。
然后他建立了一套叫做重门之策的防御体系。什么叫重门？就是层层设防，让敌人每攻一道门，还有下一道门等着。从汉中最北面的阳平关开始，魏延亲自坐镇，城墙加高到3丈，而且深挖2丈深的护城河，山坡上预设滚石、雷木，关内囤够了3年的粮草。在汉城和乐城，他派遣的副将吴懿和高翔分别驻守，两城之间秘密修了栈道，互相支援。在秦岭山口，他又设了18处烽火台，一旦有变，烽烟一连30里。除此之外，他也实行屯田政策，把汉中平原大片闲置的荒地翻成良田。几年下来，粮食自给自足，不用从成都长途运粮。看到没？光后勤这一块，他就给蜀汉省下了一大笔开支。除此之外，魏延治军极严，《三国志》记载，善待士卒，勇猛过人。在他的治理下，汉中境内连续多年风调雨顺，民心稳定。整整10年，汉中防线岿然不动。西元228年，诸葛亮北伐，他深知魏延镇守汉中10年，对雍凉地形了如指掌，所以任他为都前部、丞相府司马、凉州刺史，基本上就是北伐军的2把手。魏延镇守汉中的那10年，他不是在防守，他是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如果主动北伐，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然后他向诸葛亮提出了那个被后世争论了近2000年来的子午谷奇谋。当时曹魏的长安守将是安西将军夏侯茂，这个人是曹操的女婿，靠裙带关系坐上了位置，本身没有任何军事才能。魏延说：“丞相，给我5000精兵，再配5000运粮的兵，总共1万人。我走子午谷10天之内穿插到长安城下。夏侯茂这种人见到咱们蜀军兵临城下，一定会吓跑。等我占了长安，安抚百姓，囤积粮草，丞相再带着大军从斜谷出来与我会师，咸阳以西可以一举平定。”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计划这么让人心动，魏延又为何如此有把握？首先，时机。北伐的第一次是最有奇袭效果的一次，魏国完全没有预料到蜀汉会这么快的发动进攻，心理上会有一个窗口期。第二，人选。夏侯茂懦弱无能，这不是魏延一个人的主观判断，在当时是有共识的，并且魏延自己亲自勘探了无数次秦岭的地形，对这条路是有实地经验的。第三，奇袭的核心不是求稳，而是快。在魏国反应之前发动突袭，可以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诸葛亮拒绝了。诸葛亮的理由也很充分，子午谷道路狭隘崎岖，全程数百里，行军难度极大。一旦魏军提前察觉，设下埋伏，1万人进去就是送死。而且虽然夏侯茂懦弱，但长安是曹魏的西京，城防坚固，未必那么不堪一击。如果不能一战攻克，后果将不堪设想。诸葛亮一向用兵谨慎，是不敢轻易采纳这个谋略的。史书记载，亮以此县威，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实权必克而无虞。一个是稳扎稳打，一个是孤注一掷。其实这2个人都没有错。诸葛亮的谨慎有他的道理，蜀汉的国力和曹魏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经不起太大的折腾。但是同时，我也能理解魏延。他的想法是在绝对的劣势下，奇袭往往是弱方唯一可能逆转的机会。稳扎稳打意味着拼消耗，而拼消耗，蜀汉则一定输。这1800年来，无数人坐在书桌前，把子午谷奇谋推演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推演的结论都是同一个：魏延必败。但是各位，历史从来不是靠推演写出来的，历史最狠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按套路出牌。当年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把锅砸了，把船烧了，只带着3天的干粮过河。任何一个军事家看到这个方案，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发疯的政策。结果呢？9战9捷，秦军主力灰飞烟灭。再想想，当年有人拍着桌子说100年不动摇，谁能想到几十年以后，又有人会开倒车呢？所以说，推演本身没毛病，但是推演出来的结果仅供参考。诸葛亮否决子午谷，从战略上没有毛病，他守的是蜀汉的家底，他不能赌。但是我们不能说魏延不对。战争这个东西从古到今从来都是这样，敢于出险招的人胜了名垂青史，败了就是一地白骨。从子午谷被否决的那一刻开始，魏延和诸葛亮之间就产生了一道裂痕。
也是最深的一道裂痕。魏延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在于这条计策能不能成，而在于他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虽然子午谷奇谋没有被采纳，但魏延还是在北伐中给了曹魏一记重拳。西元230年，曹真率4路大军伐蜀，诸葛亮在汉中正面防御，同时命魏延率军西进羌中，牵制魏军扰乱后方。魏延带着1万精兵沿阴平古道西进，一路安抚羌人部落，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拉到了数千羌族援兵，极大的增强了兵力。然后他在桃阳和曹魏的后将军费耀、雍州刺史郭淮的大军相遇。郭淮我们之前在漳河的节目有提到，他也是曹魏的名将，多次与蜀军交战，几乎从未吃过败仗。他见魏延孤军深入，兵力相对薄弱，与费耀商量，决定分兵夹击，一口吃掉这支蜀军。结果魏延临危不乱，他看了一眼战场地形，发现附近有一条狭窄的山谷，两侧峭壁非常适合设伏。他让副将吴懿率军在正面与魏军对战，装作节节败退，引诱魏军追击，自己率精锐悄悄绕到山谷两侧的山崖上埋伏。郭淮见蜀军一触即溃，以为找到了软柿子，下令全军追击。当魏军全部进入山谷的那一刻，魏延下令滚石雷木从山崖下倾泻而下，箭矢如雨。魏军阵型瞬间崩溃，士兵争相逃命，山谷里根本展不开兵力。郭淮、费耀想组织反击，完全来不及，只能拼死突围。魏延率军乘胜追击，一路追杀数十里，大破魏军，俘虏了近2000人。这场战役史称阳溪之战，《三国志·魏延传》是这么记载的：延大破淮等，迁前军师、征西大将军，晋封南郑侯。南郑侯是县侯级别，也是蜀汉给功臣最高的封侯之一。阳溪一战，魏延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正式进入了蜀汉的核心将领行列。一个人能力越强，地位越高，妒忌他的人也就越多。我们之前有讲过，魏延赡养士卒，勇猛过人，但同样史书也说他性惊高，当时皆陛下之。也就是说，魏延这个人勇猛体恤士卒，但同时也自恃功高，同僚基本上都避让他。这一点跟关二爷有点像。当时有个叫刘演的人地位不低，但魏延依然当着众人的面驱逐他，搞得对方颜面尽失。即便是这样，因为有战功撑着，别人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但有一个人偏偏不怕他，杨仪。杨仪是襄阳人，擅长处理军政文书，调度粮草，深得诸葛亮的器重，负责北伐大军的后勤和日常的军务。杨仪和魏延素来不睦，两个人经常在军事会议上因为军政事务爆发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因为粮草调度时间的问题吵了起来，魏延直接拔出佩剑向杨仪逼近，杨仪当场就被吓哭了，跑去找诸葛亮哭诉。诸葛亮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魏延是他最倚重的战将，杨仪又是他最倚重的后勤管家，一个都离不开，他只能不断的调和，赏赐财物，安抚双方。但问题的根源从来没有解决。孙十万曾经对大臣评价这两个人：魏延和杨仪都是木术小人，诸葛亮在的时候还能压住，若是诸葛亮不在，必生祸乱。西元234年，诸葛亮第5次北伐，率10万大军出斜谷，在五丈原扎营，与司马懿隔渭水对峙。这场对峙持续了100余天，诸葛亮倒下了。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秘密召见杨仪，费祎部署后事，撤军时由魏延断后，姜维协助，并且刻意强调，若魏延不从，大军自行出发，不必等候，切勿与他正面冲突。这个安排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诸葛亮太了解魏延了。他知道魏延不会甘心就这么撤军，但他更知道，在自己离开之后，如果魏延和杨仪爆发了正面冲突，整支北伐大军可能就此崩溃。所以诸葛亮的遗命是绕开他，不是让马岱收拾他。秋天，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享年54岁。诸葛亮死后，杨仪力不发丧，先派费祎去魏延营中探他的口风。费祎假意商议撤军事宜，魏延当场表态：丞相虽然去世，但我魏延还在。我身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手握假节之权，北伐大业怎能因一个人的死去就此中断呢？丞相府的官员可以附送丞相的遗体回成都，我带着大军继续北伐。然后他把费祎扣住，强逼他一起联名出文书，告知全军继续北伐。费祎表面答应，说需要回去说服杨仪，保证不违背他的意愿。
魏延信了，放走了费祎。结果费祎回到杨仪大营，把魏延的一切态度全部告知。杨仪随即按照诸葛亮的遗命，率军准备撤退，丢下魏延不管。魏延意识到不对劲，派人去追，但没有追上。他认为这是杨仪故意排挤他，想要独吞北伐的功劳。同时更担心的是，杨仪回到成都掌权之后，回头对付自己。此时的魏延做了一个迷之操作，他率领本部人马抢先南下，所过之处把包爷道上的栈道烧得一干二净。两人同时向成都上书，互相指控对方谋反，请刘禅出兵镇压。1天之内，2封内容截然相反的文书送到了成都。刘禅召集侍中董允、丞相府的蒋琬商议，两个人平日和杨仪交好，而魏延烧毁栈道的行为已经触碰了军法的底线。蒋琬和董允更倾向于相信杨仪，怀疑魏延谋反。蒋琬请求亲率禁卫军北上平叛，刘禅当场批准。杨仪得知栈道被烧，命士兵砍伐山林，连夜抢修道路，率大军加速南下追赶魏延。魏延抢先到达了南沽口，占据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杨仪的大军。杨仪派将领王平出战，王平来到阵前，对着魏延的部下大声呵斥：“公王身上未寒，汝辈何敢来耳？我们诸葛丞相尸骨未寒，你们跟着魏延这种叛贼谋反，对得起丞相吗？”魏延的士兵开始动摇了，他们对诸葛亮有感情，他们也不想背负谋反的名声，一个接一个的放下武器，然后整队的溃散。魏延看着自己的人马在眼前散去，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带着儿子和几名亲信骑马向汉中方向逃去。他大概还抱着一线希望，如果能逃回益州见到刘禅，或许可以亲口陈述冤屈。但杨仪不给他这个机会。杨仪命平北将军马岱，也就是马超的堂弟，亲率精锐骑兵追击。在汉中城的北门外的虎头桥附近，马岱追上了魏延。此时的魏延连日奔逃，身边只剩几名亲信，两人交手数合，魏延体力不支，马岱一枪将魏延刺于马下。曾经威震雍凉的征西大将军，蜀汉北伐的第一武将，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追杀下。杨仪见到魏延的首级，用脚反复踩踏，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乎？庸劣的奴才，你还能再作恶吗？”随后，杨仪上书刘禅，请求诛灭魏延的3族。刘禅在蒋琬、董允等人的劝说下准奏，魏延的家人、族人尽数被杀。魏延死后不久，杨仪认为自己杀掉了最大的政敌，帮助大军安全撤离，有拥立之功，有诛杀叛将之功，必然能接替诸葛亮，总揽蜀汉的军政大权。然而，诸葛亮的遗命公布了，他指定的继承人是蒋琬，杨仪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军师，直接靠边站。权力这个东西，一旦得到手再失去，对一个心胸本来就狭窄的人来说，是一种生不如死的落差。杨仪开始抱怨，私下跟费祎说：“如果当初丞相死的时候，我带着大军投奔曹魏，又怎会落得如此地步，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结果费祎把原话一字不漏的上表给了刘禅，结果杨仪被罢官流放。流放的途中，他还继续上书攻击蒋琬、费祎，最终在狱中自尽。你们看，内斗没有赢家。我们看魏延的一生，不难发现，他的死是他自己性格造成的，但同样也是蜀汉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如果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一次性把魏延和杨仪的问题真正解决，或许结局会全然不同。当然，我并不是苛责诸葛亮，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种派系斗争、内部矛盾是几千年来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三国史话》里直接说，魏延想要继续北伐的想法符合蜀汉的战略利益，杨仪为了个人恩怨诛杀魏延，是蜀汉后期的最大悲剧之一。OK， 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也看了很多 UP 主和史学家的分析，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到底行不行得通？诸葛亮说太险不能赌，魏延说打仗本来就是要赌，争了近2000年，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有一个现实版的推演可以作为参考：闯王高迎祥。当年闯王高迎祥被卢象升追得一路狼狈，从湖广跑到了汉中，
他想北上陕西去找李自成会合。高迎祥试过从汉中正面突围，结果被明军的总兵柳绍忠率着3000人给怼了回来。最后，高迎祥选择走子午道，也就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条道。7月初1，高迎祥带着兵马一头扎进了子午谷，结果第一道坎就是山河关，守将叫陈节奇，困住了高迎祥整整4天。陈节奇一边死守，一边派人去长安求救。当时坐镇长安的巡抚就是孙传庭。孙传庭接到陈节奇的求救信以后，连夜出兵，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一段设伏。就在高迎祥好不容易挣脱山河关的时候，带着残兵继续朝子午谷北上，结果在黑水峪被孙传庭生擒活捉，最终高迎祥被押回北京，凌迟处死。有一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迎祥算是替魏延检验了一次，结果检验出来的就是一具尸体。所以说诸葛亮当年那一句此计太险到底有没有道理？一定是有道理的。高迎祥用自己的脑袋替诸葛亮签下了那份答卷。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高迎祥的失败去印证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就走不通，我还是那句话，仅做参考。高迎祥走子午道和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在于魏延的计划是奇袭，核心在于速度，要在对方来不及反应之前打到长安城下。他要的是10天时间，1万人全力冲刺，让魏军没有设防的时间。高迎祥走子午道是逃命，这也恰恰证明了在子午道行军一旦被提前察觉，对方抢先设伏，进攻方几乎必死无疑。而这恰恰就是诸葛亮当年最担心的风险。可以这么说，子午谷奇谋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功的计划。诸葛亮选择不赌是理性的，魏延想要赌一把也有他的逻辑。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如果津津乐道。魏延死后，他的部下冒着风险把他的遗体秘密运到了定军山附近的石马坪安葬。或许为了避开杨毅的势力，墓没有立碑，没有任何标识。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当地村民耕地的时候挖出了石人、石马，还有水葬品，这座墓才重现人们的视野里。1973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墓葬是砖石结构，坐北朝南。虽然曾经遭到盗掘，但还是出土了三国时期的陶俑、铜镜和五铢钱。最珍贵的是墓前的2尊石马，经考古专家鉴定，这2尊石马确实是三国时期的文物。民间传说这2匹马代表魏延生前的2匹战马，一匹是陪他征战汉中，另一匹是陪他北伐雍凉。在遗址附近出土的残碑上面隐约可见南郑侯3个字。南郑侯是魏延生前最高的爵位，也是蜀汉对功臣最高的封赏之一。考古发掘报告显示，这座墓的规模和制式完全符合三国时期列侯的葬制，与《三国志》记载魏延进爵南郑侯的记录完全吻合。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杨仪掌权、魏延被诬陷谋反的敏感时期，他的部下仍然冒着风险，按照列侯的礼制为他下葬。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将军是叛贼，他们用这个行动告诉后人，魏延是忠臣。魏延的一生是乱世里最典型的悲剧，他有勇武，有谋略，有忠诚，有功劳。镇守汉中10年，确实做到了那句偏将10万之众志，请为大王吞之的豪言。他杨西大破郭淮，打出了北伐史上最漂亮的一场伏击战。他心里装着一个想要改写历史的子午谷奇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北伐上，没有一分力气去经营自己的政治处境。诸葛亮在的时候，他这种性格还能被压住；诸葛亮一走，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保护的猎物。最后，我想说，魏延，蜀汉征西大将军，南郑侯，不是反贼，脑后也没有反骨。OK， 关于魏延，你们还有何看法？咱们评论区一起聊。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有条件的话可以点击下方超级感谢按钮。我是 Carlo， 我们下期再见。今委卿以重任，请居之欲云何？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请为大王举之；若偏将率10万之众志，请为大王吞之。哈哈哈哈哈。